王希，你记得你第一次到我们家吗？你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笤帚，你跟我说你会好好待嘉欣，结果呢？我到你们家，我发现你把你前女友的照片还挂在你们的新房里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是我错了。你做错的何止这一切？她刚嫁到你们家，你就要跟她签离婚协议，你是把她当做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吗？您都知道了。王希，你不想跟他结婚，你就直说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做事怎么这么没有担当？她一个女孩子，她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是打算把她生完就让她滚蛋吗？妈，对不起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。离婚协议书的事儿，我也打算再跟他商量的。商量？你商量什么？你商量怎么样把嘉欣赶出去是吗？我们3个还要坐下来开个会吗？妈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呦，就在隔壁，快，先坐下吧。哎呀，妈头还是有点晕，快坐一会儿好吧？姐，把粥拿出来给妈喝一点。妈，那我先出去看看。再拿一点小菜。好。我来吧。不用了。妈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子珊陪着他呢。希叶。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先住在这儿？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妈。这是应该的，我陪着你。其实你不用这样的。其实，我挺羡慕你的。我挺羡慕你有一个这样的妈妈。我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就因为车祸先后离开了。妈妈，你别走，我害怕。以后遇到越是害怕的事情，就越是要装作不害怕的样子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出来，做得到吗？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妈就希望我勇敢一点，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我在害怕。所以，你慢慢变得勇敢了。变得越来越会装了。在船上和你过夜之后，发现我们结婚是真的之后，发现你怀孕，发现和周展合作会毁了公司，发现奶奶晕倒，我都害怕过。但是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啊，这点我早就知道。我害怕父母离开我，但是他们还是离开我了。我害怕做不好事情被骂，可是这样也不会让我把事情做得更好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干嘛让别人看出来我的心情呢？既然没有人帮我分担，那我不如把自己藏起来。原来觉得做一个小透明就够惨的了，像你这样把自己包裹成铜墙铁壁也不好受。陈嘉欣，我说这些可不是为了让你同情我啊。我哪有资格同情你啊？以后你要是再害怕，就不要一个人忍着了，你可以跟我说。
就像两个人看恐怖电影，两个人一起尖叫，总比一个人吓得半死好吧？在外面，你想装的坚强一些，就坚强一些；想装的酷一点、凶一点，都没关系。但至少回到家，你不用再强装了，可以跟我说，不用这么悲伤的回忆都带着微笑讲。希，我愿意陪你分担你的悲伤，至少我们算是家人吧。希，大晚上干嘛要说这种话？因为是你第一次跟我说你的心事，我感觉我们的距离好像拉近了，我们知道彼此的秘密。其实我挺害怕的。别怕，有我。我怕的就是你。我怕我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习惯了和你在一起。嘉欣，我想作为小西米的爸爸，和小西米，还有小西米的妈妈，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。我想要和小西米、小西米爸爸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你看了我的许愿台，小西米妈妈，我们一起给小西米一个完整的家，好吗？